我穿成了大草原上的一只猎豹，一只猥琐的花豹盯上了我。我跟他解释什么叫生殖隔离，他却趁着夜色把我叼到树上，直接变成了人。长相颇具异域风情的男子凑在我耳边，哑声道：“你也变过来。”我欲哭无泪，要不你还是咬死我吧！我不知道自己生为人的时候受了什么重创，反正睁开眼，我已经成了草原上的一只猎豹。说的再详细点，是一只3岁左右的雌猎豹，大型猫科动物，食物链顶端的王者，王者中的受气包。魂穿的第一天，我就遭受了被雄狮边追边吼，被猎狗围堵上树的悲惨经历。别问我猎豹爪子那么钝，为什么还能上树？一群咯咯咯怪叫，呲起流着哈喇子利齿的掏钢怪向你步步逼近时，别说上树，上天都可能发生。等夜色苍茫，心力交瘁的我好不容易在一棵金合欢树下找到适合过夜的地方，在高草丛中的岩石上趴下，刚摆出双手交叠的优雅模样，尼玛树上窜下来一只花豹，大哥饶命！我扭头朝后看，瞅到了一只大花臂，在后背上的爪子又加了一份力道，我怕它再用力点，直接把我脊骨摁断。老老实实趴在岩石上，露出飞机耳。我不知道这是您的领地，刚刚逆缝，我也没注意到您。背上的力量弱了几分，我再接再厉。大人有大量，菩萨保佑你。菩萨，低沉磁性的嗓音响起，带着迟疑和困惑，施加在背上的力量完全消失。我立马翻身想站起来，结果一阵风袭来，我又被摁趴下。这次是仰躺，4只脚露出肉垫翘在半空，懵逼的我直直对上一双淡金色的瞳孔。好一个眉清目秀、英姿飒爽的帅哥！如果帅哥不呲牙，那就太好了。花豹伸着鼻子凑到我身上嗅探，随意入侵我的安全距离。欺豹太甚，可我动也不敢动，打不过，完全打不过。我怕挑衅他会直接嘴我一口。对于独身在大草原闯荡的猎豹来说，一点小伤也能致命。刚成年，他的吻部蹭到我耳边，发起气也还没来吧？我瞬间警觉，你想干嘛？他默不作声，放开我，后退几步，然后蹲下，他舔了舔鼻子。你还挺有趣的，下个雨季交配吗？甲方发出诚挚的邀请，乙方拒绝，并骂骂咧咧。妈妈呀，变态！我遇到变态了！你疯了吗？我缓缓后退。咱俩物种都不同。花豹不解歪头，你喜欢玩矜持那一套？也是，在野兽看来，看对眼了打一炮是常有的事，而且草原上以力量角逐，雌性都倾向于找实力更强的雄性繁衍后代。可是我不是，我不行。我做出了一个以猎豹来说很艰难的动作，我抬起手掌，指着花豹背后的天空。你看，天上有狮子在飞。花豹下意识回头的瞬间，我猛地往反方向慌不择路的狂奔而去。跑出一段距离回头望，才发现它并没有来追我，而是慢条斯理的爬回树上，趴在树干上打着呵欠，似笑非笑的盯着我，那眼神好像在说：“瞧你那个怂样。”很生气，但我确实怂。第二天，再次捕猎失败的我路遇一只嘲笑我的野兔。我那个去啊！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狮子、猎狗、秃鹫、胡狼欺负我，我忍了。一只野兔对着我笑得四仰八叉，我倏地扑过去，对着野兔洞又绝又挖。今天我是挖鸡鸡豹，掘土是释放压力的好办法。掘了一家24口，那就是丧心病狂。但我太饿了，饿到丧失了理智。猎豹全身几乎没有脂肪，如果几天吃不到东西，很可能会活活饿死。正当我抓到野兔，迫不及待要咬上去，熟悉的花豹不知何时出现，蹲在我身后，淡金色的眼眸一瞬不瞬地盯着我，亮得瘆人。他缓缓开口，喉咙里笑意沉沉：“好巧，又遇见了。”放屁！我有合理理由怀疑他跟踪我。我跑的腿都快断了，不可能还在他的领地里。只要我想，这里就可以是我的领地。好吧，有实力谁都了不起。没等他抢我口粮，我就很有自知之明地递过去2只肥赳赳的兔子，美其名曰过路费。花豹盯着2只野兔也有点愣，可能他也没有遇到过我这么有眼力见的猎豹，这点东西肯定不够他吃，但他也没嫌弃，叼着2只兔子，二话不说窜上了最近的一棵树上。我俩默不作声地用着午餐，我的午餐，他的餐前小甜点。当然，如果他不咬一口兔子盯我一眼的话，我的胃口会更好点。正午日光毒辣，我慢悠悠走到一片树荫下，打算小憩片刻，为下午捕猎养精蓄锐。那只花豹又悄无声息窜了过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我按翻在地，收起爪子的大掌扶在我的肚子上，还意味不明地揉了揉，我差点呕出来。饭后不能揉胃，你妈妈没教过你吗？没教养。当然，这些话我没敢说。我眨巴眨巴眼，你干嘛？花豹的尾巴尖在空中轻晃。我很高兴你也喜欢我。我眼睛都要瞪脱眶了。我没有。你都给我吃你捕的猎物了，难道还不是求爱的表现吗？说罢，他还伸出舌头亲昵地舔了舔我的鼻子。我求你奶奶个腿啊！我瞄准花豹的下3路，吃我一记后踢腿。这身姿，这力道，这水准，这花豹诧异又异样的眼光，怎么感觉此刻的我更猥琐一点？趁花豹呆住，我落荒而逃。你是花豹，我是猎豹，我们有生殖隔离，施主回头是岸啊！我忙着逃跑，自然也没看到反应过来的花豹眯着眼睛盯着我。
瞳孔缩小，淡金色的瞳膜露出势在必得的神色。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今天我捕到了一头角马幼崽，悄咪咪把猎物拖进灌木丛里，嘿嘿，嘶哈嘶哈。用完晚餐后，我昂首挺胸站在白蚁丘上，微风徐徐，带着凉气，吹得本豹心旷神怡。我俨然是一只成功豹了。看我这光滑的皮毛，性感的斑纹，琥珀色的大眼睛，线条完美的身材，我就是这片大陆最迷人的超模。而且一整天都没瞅见那只猥琐花豹的踪迹。我满意的在一棵腊肠树下入睡。可惜的是，我只记得花豹喜欢金合欢树，尼玛腊肠树它们也爱啊。被咬着后颈肉叼到树丫上时，我意识都还没完全清醒，花豹就在我眼前直接变成了人。变成人啊！姐妹们，起猛了，起猛了！我再睡一次。那阴哑暧昧的声音不依不饶，你也变过来。不听不听，王八年精！靠，你别咬我尾巴！我痛得一激灵，睁开眼，长相俊美，脸庞如雕刻的美男深情地看着我，他的两只手分别撑在我身子两边的树干上。我不会啊，教练没教过我这个。看着那双波光诡谲的金黄色瞳孔，我欲哭无泪。你还是咬死我吧！我心里悲愤啊，一股热气往上涌，噗呲一声，我变成了人。我与帅哥面面相觑，帅哥面无表情，我哆哆嗦嗦。我真的不会变，我没骗你。花豹可是出了名的小心眼，我怕他以为我故意骗他，结果这丫心思压根不在这里。哇哦，声音兜着慵懒的调子，稳中带皮。你真狂野。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低头，凉飕飕的，我是裸着的。你哪里来的衣服？我这时才发现他的腰间系着一条非常潦草的毛皮裙。优秀的猎手往往会寻找合适的猎物下手，包括衣服。不能想象一个帅哥撅着大腚在河边，一边对鳄鱼虎视眈眈，一边疯狂拔毛搓洗毛发稀疏的皮裙。我猛地抬手推他的下巴，用蛮力移开他充满兴味的目光。嘶，不知是不是咬到舌头，痛到了。帅哥第一次朝我亮出獠牙，这牙口真白，食欲一定不错，不是阿魏。佐伊，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对不起，对不起，我把自己越缩越小，努力沟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的脸就想打你，一定是前世的缘分。帅哥垮起个逼脸，沟通失败。我指着他腰间的小皮裙，尝试转移话题。你这衣服能给我吗？求求，伸手戳戳腹肌。这 part 就过了，行不行？帅哥很买账，但嘴角勾着不怀好意的笑。那你要怎么答谢我？世间难道就没有真情了吗？年轻人不能这么利欲熏心。我涨红了脸，呜呜喳喳一激动，然后又变回了猎豹。我与帅哥再次面面相觑。不用了，我面无表情，我不需要了。清晨，岩穴里，我还在咕噜咕噜睡着美觉，一只不安分的手扒拉过来，一下、两下、3下，我回头怒目而视，对上一张帅得人神共愤的脸，又歇菜了。再说一次，这张脸不仅正中我的心靶子，而且非常熟悉，就像他眉梢上的那条疤痕，让人又爱又恨，心里直痒痒。但我死活想不起来，花豹像是知道我喜欢这张脸一样，昨晚一直维持人的样子，死皮赖脸跟我到岩穴里，赖在一边不走，趁我睡着又凑到身边念了一晚上他的名字。拜他所赐，我做梦都是斯诺2个字。不安分的手的主人云淡风轻的开口，想吃什么？我去给你抓。我拱拱头，埋在爪子下。犀牛，再说一遍。河马，一世寂静。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不行啊，小老弟。我抬起头，不屑翻白眼，对上斯诺阴恻恻的笑。看来你不是很饿，我们来做点晨间运动。卧槽，角马，角马！我利索跳起来，我想吃角马。吃过早饭，我们开始四处晃荡，主要是我到处晃荡。斯诺坠在后头，拖着步子跟着我，然后在我的带领下，队伍与一场斗殴不期而遇。左方迎面走来的是草原上著名的涛刚 family 猎狗家族，右方嘴里呜呜喳喳骂得非常难听的是骚里骚气的雄狮大本营。你说打架就打架，看清楚对手行不行啊？有几只上头了的猎狗跟眼瞎了一样到处乱跑，殃及无辜的池鱼。我是那个无辜的被盯上后肢的猎豹，而斯诺是为了救我不幸受伤的池鱼。要知道，花豹可是一出生就开挂的天赋型选手，只要他们想，谁也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更别说伤害到他们。结果他现在因为我受伤了，我愧疚的心肝颤啊！斯诺一个踉跄侧躺在高草丛中，他喘着粗气，你走吧，不用管我。此时我们在顺风口，追逐我们的猎狗暂时迷失了方向，但谁也说不清下一秒风向是否就会发生变化。窸窸窣窣的声音若即若离，我直接变成人形，使出洪荒之力，在斯诺懵逼的眼神中抱起他一路狂奔，身后扬起一地尘埃。后来斯诺陷入了昏迷，而我又抱不动了，周围十分安全，我就拖着他的尾巴艰难前行。呜呜，我再也不蹭吃蹭喝了，我会去努力捕猎的，只要我有一口肉吃，你就绝对不会被饿死。等到了昨天栖息的岩洞，身后传来虚弱无力的声音，别拖了。我欣喜地跳起来，斯诺，你醒了。斯诺撩起眼皮，面色苍白，疼醒了。
蹭了一路的蛋，真的非常抱歉。雨季过后3个月，温度逐渐升高，草原上低雨未落，大河水位不断下降，视线中肉眼可见的热浪滚滚，枯黄的蕉叶，飞扬的尘土，所有的一切都昭示着旱季来临。本来随着旱季到来迁徙的只有草食动物，但我不一样，口粮都走了，不跟着跑留在原地饿死吗？斯诺没办法，也跟着我走。3天后，我们穿过洋槐林，在一片空地上找到一个小木屋。这个星球有人类，房子，我眼睛噌地亮了起来。我的天，有人类？不会吧，不会吧！我变成人形，使劲揉斯诺的腮帮子，兴奋地哇哇大叫。有人类就意味着有高等文明存在，那房子里可都是好东西啊！斯诺被撸得咕噜咕噜的低鸣，还没回过神，被我扯起又前肢一颠一颠地跳到门前。我自己也没搞懂，但是凭借感觉轻车熟路地将眼睛凑过去对着门孔，然后滴的一声，门打开了。屋里家具设施非常齐全，折叠床、电冰箱、浴室、厕所，天堂。这里是我的天堂。冰箱冷冻柜里不仅有鲜肉，桌子抽屉里也有打火机、手电筒和各种防寒防水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有饮水机，可烧开的纯净水啊！自从知道自己可以变成人形后，我没少制作简单的滤水装置取水喝，但还是免不了每次都喝到点泥巴浆浆。我立马拿起一旁的玻璃杯接了一杯水，精致暴媚，过优雅生活。没等我浅尝一口甘露，花豹形态的斯诺好奇的屁颠屁颠凑上前来，撞得我一个踉跄，玻璃杯落在地上。我的宫廷玉液酒啊！我仰天长叹，宫廷玉液酒。斯诺不明所以，180一杯。我镇住了。舒弟回头直勾勾盯着同样诧异的斯诺。我试探着，这酒怎么样？斯诺困惑的眼神逐渐清明，听我给你吹。我舔了舔唇。斯诺啊，你也看蓝星纪录片？斯诺变成人形，一脸茫然地挠了挠后脑勺。进了这屋子后，感觉非常不对劲。他打量着屋内的环境，若有所思，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脑瓜子好痒，终于要长脑子了吗？当然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想起来，但通过沟通，我肯定斯诺也是人，就是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跑到动物身上去的。更匪夷所思的是，我为什么能开屋子的门？虽然最后啥也没弄明白，不过观察一阵子发现根本没人出现在房子附近，我们便大胆推测房子要么是被遗忘了，要么我就是它的主人。总之，秉持着怎能暴殄天物的良好品德，我和斯诺住了进去，可不是鸠占鹊巢啊，是物尽其用。嘿嘿，日子一天天过去，在食物匮乏的旱季，我俩竟然也过得风生水起。直到雨季再度来临，某天下午，一位不速之客闯进了我们的领地，浓密的灰白色鬃毛在空中肆意飞扬。我的妈耶，北极狼！我是热出老花了吗？不知从哪座雪山旮旯里跑出来的北极狼，在看到我的瞬间发出激动的呜咽声，它拖着半死不活的身子摇摇晃晃朝我跑来。斯诺一个闪身躺在我身前，他的神情严肃警惕，眼瞳微微紧缩，喉咙里不断传出低声咆哮，爪子摁在地上，划拉出道道深刻的凹痕。北极狼堪堪停住脚步，迟疑地看了我一眼，他有所顾虑地开口：“殿下，小心那只花豹。”然后他就晕了过去。那声殿下唤得我心底一阵荡漾，长期飘忽不定的谜团似乎出现了一点苗头。回过神时，斯诺已经信步走到北极狼身边，低头颇为嫌弃地嗅了嗅鼻子。他沉吟片刻，漫不经心抬头：“没救了，埋了吧。”眸底金光熠熠生辉，埋深点。你别以为我没看见他起伏的身体。花豹是最小气的动物，没有之一。自从我把北极狼拖回了家照顾，斯诺就开始每天阴阳怪气，尤其是看见北极狼化身成一个斯文儒雅的男子模样后，他发狂把周围的所有动物都霍霍了个遍，导致我某天清晨习惯性散步的时候，被一只从草丛里突然窜出来的蜜罐莫名其妙追了2公里，那可是敢跟狮子叫板的平头哥啊，弄得我现在都不敢随便出门了。臭脾气，小心眼，爱记仇，等你晚上睡着，我要把拖去你陈塘。斯诺的尾巴勾勾我的手指，中午吃邓玲。好嘞 darling。 等斯诺出门后，我才将目光落在3天前再度陷入昏迷的北极狼。北极狼的状态特别不好，最开始他就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整天昏睡，而且食物也不怎么吃，偶尔睁眼还是被我和斯诺打闹的声音吸引。不过他每次都是双唇微起，欲言又止，一副便秘10年的表情。我们3人在诡异的平衡下生活，直到某天夜里，我迷迷糊糊中听到了呼呼呼的风声，刚要打起精神睁开眼睛，斯诺的声音在耳边轻轻传来：“没事，接着睡。”
他说没事，我就放心睡了。结果一觉醒来，北极狼没啦。哎，就是这么神奇，周围也没有他留下的痕迹或是气味，就是这么凭空消失不见了。我抓着斯诺的肩膀使劲摇晃，说：“是不是你吃了？你是不是把北极狼吃了？”花豹出了名的不挑食，钢铁般坚硬的，为什么都可以来上一口。斯诺无可奈何，他自己走的。紧接着欲盖弥彰的补充一句：“我可没赶他。”胡说八道，你是没赶走他，你想直接埋了他。不过我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摸了摸斯诺扁平的腹部，一晚上消化不了这么快，所以我也只好相信斯诺说的北极狼是自己离开的了。本来这件事就算这么翻篇了，结果没隔几天，斯诺出现了北极狼的同款症状：嗜睡、没精神，甚至吃不下饭。斯诺病倒后，捕猎的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瞪羚、黑斑羚、疣猪、角马，我每天不重复的给斯诺抓来，甚至有天我还薅到一只鸵鸟蛋。虽然被雄鸵鸟跳着踢踏舞不依不饶追了半公里，可是斯诺的情况就是不见好，他已经恢复了瘦态，而且完全不吃东西了。我很怕他有一天也会突然人间蒸发，所以我都只在房子周围随便找点东西吃，就像现在这样，瞄准起跳，下去，左跑跑，右哇哇，哈哈呵哈。小田鼠乖乖把门开开，手猫姐姐今天没空带你出去玩，猎豹姐姐带你去喝 QQ 咩咩好，喝到咩扑孟婆汤。吃了半分饱，我还是带着2只田鼠跑回屋里。斯诺的耳朵动了动，等我靠近跪在他面前时，他的尾巴尖在半空中轻晃，勾起一个小半圆圈住我的手。斯诺坚持的时间非常久，久到距离北极狼同样情况然后消失的10天后，他也强打着精神，直到我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我才意识到他是想陪着我，要消失那就一起消失。后来我也没力气出去打猎了，窝在斯诺身边，他的尾巴含在我腰腹上。不知又过了多久，意识恍惚间，我听到空中传来的滴滴滴的声响，懵懂中睁开眼，那似乎是飞行器。在毫无波动的平和心境下，我缓缓睁开眼，一道声音时时在远处响起：“皇女，您终于醒了。”医务部长拿着衣服站在门边，我颔首扯开身上的小毯子，适应了下身体，感觉前所未有的疲惫。怎么感觉这次分化的时间挺长的？他拿着平板划拉，这次同批次入园的阿尔法星人差不多都受化了6个月。我惊讶地顿住，那么久？按理说2到3个月就能恢复正常了，这次怎么搞那么久？穿好衣服来到会议室，联邦帝国的一众精英以及我的亲卫兵们早在里面等候多时。防务部长愧疚搓手 ，Hovel 生态监测中心被恶意入侵3个月，整个生态区磁场被严重干扰，虽然后面修复过来了，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亲卫兵队长给我递上一杯热牛奶，防务部长暗搓搓推了数据站站长的背，数据站站长推了推眼镜，强装镇定。这批次进园的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侵害，能恢复人身，但记忆受损。我眉头微蹙，觉得 Hovel 的办事效率还有待提高，怎么没派医务部的人介入？我记得联邦中心医院已经有控制受态17信息素的药了吧？指尖在扶手上轻点，整个人显得苛刻又不近人情。第一时间根据芯片定位强制隔离，提前唤醒主意识。你们没考虑时间拖得越久越恢复不了正常状态吗？阿尔法星人有动物血脉，数千年前的星际战争导致进入联邦时代的所有阿尔法星人的动物血脉觉醒，变得狂暴嗜血。数据记录，28岁前的所有公民每年都会不可控制地化成自己的受态，因为我们才建立了 Hovel 生态区，让受化的阿尔法星人以动物的方式在生态区释放天性，压制血脉，直到28岁注入可控抑制剂。不为别的，就为我也是 FO 负责人之一，肩负保护每一位受化的阿尔法星人安危的责任，我就该严谨慎重地考虑突发问题面前的最优行动方案。医务部组长清雅的声线响起，生物组在靠近生态区大门1公里内的地方提取了3000份信息素样本，检测出来你们的受性激素活跃度高达89%到97%之间。他顿了顿，然后接着说，整体比平常受化高出40%左右，太危险了。防务部长搓了把脸，强制捕捉可能会引起你们的应激反应，我们不敢贸然闯入生态区，是吗？我低头扶额，再次感觉有点不舒服。一旁的亲卫兵察觉异样，连忙上前，您感觉哪里不适吗？我若有所思，我总感觉有点奇怪，化成受态的时候我没做什么奇怪的是吧？一是鸦雀无声。会议室的门传来权限通过的滴滴声，我的侄女帝国公主笑眯眯的信步走来，她
他张口就来，你是指你咬艾斯公爵屁股的事，还是挑衅象群围殴威尔少校的事，又或者是你与一只花豹私定终身？他在我身旁坐下，笑得合不拢嘴，在天眼监测下每天亲亲我腻腻歪歪的事。我沉默了。前2件事我着实没印象，但一想起那只花豹，就感觉一股王八之气扑面而来，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花豹，受泰的阿尔法星人。表妹摇头晃脑，老熟人了，同批次入园的，名单上我看过。斯图尔诺，我惊诧地望向侄女寻求答案，见我面色铁青，众人不敢开口，而我的侄女无所畏惧，见我快要沉不住气起身离开，她才缓缓道：你们真有缘分呀，小姨。紧接着补充一句，不愧是宿敌，杀人诛心。对了，他还想把你的亲卫兵给活埋了呢。我的亲卫兵队长羞愧难当，是我能力不够，殿下让您受苦了。侄女拿着一块金瓶调出星网递给我，以前一直觉得皇女高高在上，特别装，没想到园区里真的好可爱啊！我爱皇女，我爱皇室。是的，听说受泰才能反映一个人内心的真正性格，皇女真的又萌又沙雕，狠爱了。我以前就觉得上将看皇女的眼神不清白，黏黏糊糊的。你要说这个的话，我可就不困了。后面的内容逐渐离谱，全是围绕我和斯图尔诺的虎狼之词，我快崩溃了。这都是些什么啊？迷情183天，我死去的 CP 又活了，联邦宿命感 CP， 扒一扒他们不可说的2-3事。37秒马赛克合集，我指尖颤抖。这个37秒马赛克合集是什么？一向直言不讳的侄女这次也有点犹豫。小姨，你裸奔的视频剪辑。我面色惨白，差点原地暴毙。侄女扑上来，小姨振作。卫星返回来的图片是自动打码的，没人看见。我目露凶光，10亿星币给我撤销这条词条。结果等我鼓起勇气点进去，词条下是一片空白。小姨，侄女安慰我，斯图尔诺上将早就撤销词条了，谢天谢地，他总算当了个人，他直接买下了版权。我目瞪，他买来干嘛？侄女挑眉，不知道啊。灭口，我抓住侄女的衣襟，对，灭口，我能杀了他吗？杀一个联邦上将肯定杀不死，当务之急最好是去消灭万恶之源，对，就是监控录像，这个必须先毁掉。我急冲冲赶往一道权限门，后面乌泱泱跟着一大群人，用虹膜打开门后，我一脚踢进卫星监控室，中气十足的怒吼，我和斯图尔诺所有的视频都调出来，门我可以随便进，监控我却没权限删。我面无表情从人群中揪出躲躲藏藏的数据站站长，给我权限全都删掉。站长面露难色，殿下，这都是宝贵的。我斩钉截铁，我以皇女的身份命令你删掉。说完，我又看向医务部组长，下午给他们安排一场手术，把相关记忆给我剔除。我要让所有人都忘记这段黑历史。人群中有人弱弱举手，可是皇女有些事不知该不该讲。什么？因为太过担心你们的状况，当时整个生态园里的画面都是24H 直播给联邦民众的。冷静，我要冷静，不是不可以随便外放吗？站长哆哆嗦嗦，最开始陛下和皇后太担心您，我们就给了他们查看监控的权限。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结果陛下见殿下您性子跳脱，跟往常不同，认为这是个提高您亲民度的好时机，我们就把卫星拍摄的画面投放在联邦网络里。因为当时系统还在恢复阶段，所以我们投屏时设置的是不可更改的代码。站长咽了咽口水，等发现您和斯图尔诺上将密切交往后，视频已经不能人为切断了。侄女唯恐天下不乱的开口，你们的故事在联邦星网上直播了6个月，甚至一度赶超时下热门影剧，差点导致星网瘫痪。干，我的好哥哥呀！提高亲民度的代价是让您妹妹社死，你也不在乎吗？算了，我指着一堆高科技，先给我删掉，没必要了吧？侄女上前拍拍我的肩，在你来删除监控视频之前，斯图尔诺上将就来拷贝了一份带走了。不是，他有病吧？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想以视频作为我的黑历史威胁我。好歹独一男的，将我拉进私人会议室后，侄女无语地看着我，你是哪个石头里蹦出来的侄女？他把金瓶塞进我怀里，上将之心，人尽皆知了，你还不明白？回放的监控屏幕里，我看到代表斯图尔诺的红点一直原地不动，直到我投放在生态园内，属于我的红点亮起来的刹那，斯图尔诺那颗红点跟突然发现的目标一样，180里开外就朝我的方向疾驰而来。磁场扰乱园内受泰阿尔法星人的神智后，那颗红点停顿了1秒，接着移动得更快，迫不及待到简直没眼看，狗里狗气。小姨，放轻松，你还不是最惨的。
见我目瞪口呆到出神，侄女拿走自己的精品，小叔叔可是6个月来每天都向联邦民众直播他的求偶行为。我那个号称帝国高岭之花的哥哥，我瞪眼，他干了什么？1小时内像一块岩壁滋了20次尿，每天。最后还被拒绝了，侄女咂舌。哎呀，其实也算小叔叔运气好，真发生点什么可就麻烦了。我选择死遁，狗在家里谁也不见，哪里也不去，直到我和斯图尔诺的视频掀起一股蓝星狂热风潮。外交部和防务部强联手，开始深入了解蓝星的食物、人文以及人。最新召开的由专人飞船运输而来的蓝星食物鉴赏大会在帝国大厦举办。我作为被邀请人，被自己的好哥哥和好嫂嫂拖拉硬拽塞进了飞船。刚下的飞船，一个王八就骚包的凑了过来。好巧呀，绯闻女友斯图尔诺深情挑眉，全联邦都要我们在一起，宇宙大爆炸啊！再来一次吧。负责人在台上声情并茂的演讲，我在台下疯狂刷着星网，并尝试解释，斯图尔诺上酱没烧上的疤就是军校实战课的时候皇女挠的，联邦医美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疤痕吧。所以你细品，我要在身上保存你留下的印记。S 为什么不说斯图尔诺怕痛才不敢去激光治疗？军校到现在得7年了吧？上将暗恋了7年，不止吧？他们13岁认识的，起码有10年。这是糖啊 ！S 冷静，他们之间根本不来电，而且斯图尔诺上将当初在学校时，每次实战课都针对皇女的亲卫军，他嫉妒了，是嫉妒吧 ？S 那是他犯贱，皇女会不会其实也是喜欢将军的呀？双向暗恋，卧槽！我要开始磕了 ！S 放屁！皇女根本看不上那只猴子。家人们，这个 S 有病吧？一直在这里酸，就是 S。你是皇女吗？你就在这里说，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呗。S， 家人们快来看，这里有个小丑，我要把屏幕捏烂，我咬牙切齿啊！皇女就是我。身旁充满笑意的声线传来，顺其自然呗。我瞪过去，斯图尔诺表示接受，并抛来一个眉眼，要不我们以假乱真。他撩起我的一缕头发丝，在指尖轻轻摩挲，水盈盈的桃花眼直勾勾盯着我。是，这时负责人讲完话了，要带着我们去往下一个地方。我立马站起来，不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看着斯图尔诺黯然失色的双眸，我压抑心中的奇怪的情绪，抿着嘴，话不投机，我憋得慌，所以我们不合适。斯图尔诺不说话了，步伐慢下来，坠在人群最后头。参观完整个会馆，负责人将我们带到了富丽堂皇的大厅，餐桌上早就准备好蓝星的丰富美食。负责人领过来一个手举托盘的参务员，托盘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纸盒纸。负责人将盒子恭敬地递给我，殿下，知道您最喜欢喝牛奶，这是我们专门从蓝星带回来的受众度最高的一款牛奶。我矜持点头，浅笑，好的，谢谢。刚要拿起，一只手伸了过来，抢先一步把牛奶盒抓在手里，众人瞬间警惕。这对怨偶自出来后第一次见面就要大打出手吗？只见斯图尔诺拿起牛奶盒子倒进一旁的高脚杯，浅抿一口，然后盯着空盒子一拧纯牛奶。众人恍然大悟，看来雷厉风行的战舰上将有重要讲话，纯天然无添加。四周的人又不懂了，一脸茫然，这是暗示食物有问题，蓝星有问题。一旁的负责人更是弱小无助，双腿颤抖，不停以眼神询问参务员怎么回事。参务员抱着托盘回视，我不知道啊。斯图尔诺淡定地无视周围所有异样的眼光，选自甄选牧场，经过严苛工艺，纯粹如金的品质。这次他直接深情脉脉地看向我，只给你最爱的人。我有种吞苍蝇的感觉。众人屏息凝神，反应过来后眼观鼻，鼻观心，但是眼神悄咪咪往我们这边瞅，以为我看不见啊。对，就是你，防务部长，你挤眉弄眼的给谁看啊？我收回视线，盯着斯图尔诺递到眼前残留奶渍的玻璃杯，无语凝噎。我说的共同语言不是你这个疗法，投其所好是对的，可是斯图尔诺，你是不是缺心眼？晚上宴会，我终于受不了斯图尔诺跟只苍蝇一样围着我转。在众人再次悄咪咪向我们投以注目礼时，我把他拉到了大阳台。我忍无可忍，你要是想恶心我的话，适可而止。斯图尔诺无辜眨眼，我没有啊，还不承认。我揪住他的衣领，你从我进去 Hovel 开始就朝我冲来。果不其然，斯图尔诺老脸一红，整个人怎么看怎么别扭。我紧了紧手中的衣领，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想偷袭我？不啊，你可误会我了，我是想潜伏在你周围，帮你阻挡潜在的危险啊！尼玛最大的危险就是你，我控诉你撒谎，你明明就图谋不轨。斯图尔诺原地抓耳挠腮，对
对上我审视的目光，他心一横，眼一闭。我一开始真的没想来打扰你，只是受态意识占据上风后，我就随心随性了。我狐疑地打量他的脸庞，斯图尔诺又睁开眼，严肃认真地看着我。我以联邦 A602 星的名义发誓，我绝对没有害你的想法。A602 星球，斯图尔诺率领的联邦战舰的老巢，还是非常有信誉度的。盯着那双眼睛看久了，我的心莫名其妙扑通扑通乱跳，乱跳个鬼啊！再跳我就去换颗机械心，好吧？我不自在地撤回手。两人一时之间都没说话，寂静僵持中，尤其在斯图尔诺无声注视下，别扭像黏腻的蝮蛇顺着小腿往上钻。妈耶，奇奇怪怪，我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见我要走，斯图尔诺急了，他倏地拉住我的手腕，扯到他身前，然后一把抱起我，让我坐在阳台石栏上。我抬起脚，又要朝熟悉的部位踢去。斯图尔诺有预见性地抓住我的脚腕，鼻尖是斯图尔诺身上淡雅的木质香。我头昏脑胀，脸红得发烫。该死的，从没人在我面前这么放肆。我顺势双腿缠在斯图尔诺的斩腰上，在他怔愣的眼神中张开血盆大口。他痛呼一声，我直接咬在他的肩膀上。幸好今天他没有穿军装，反而骚里骚气的穿了件露胸薄衫。我确定我留下了咬痕，满意擦嘴，居高临下睨他一眼。我允许你碰我了吗？洋洋得意抬头，却看到整个阳台及以上楼层的窗口都趴着贴在玻璃窗上看热闹的人群。大家都那么闲吗？阳台大门边，我的亲卫兵们踌躇不定。一个人问，他们是在打架吗？我的亲卫兵队长，我更愿意称之为调情。另一个人问，那我们不去就殿下吗？亲卫兵队长不屑，年轻人的情趣你不会懂的。我的一声怒吼在喉咙里积压，马上要跟苏醒的火山一般喷发。斯图尔诺隐忍克制的声音响起，我喜欢你12年了。我哑了，观众朋友们激动了，一个个握着小拳头，目露金光。我清了清嗓子，你喜欢我，你天天找我约架，明明我实战能力不行，是个趴菜，教官都有意放我水，偏偏斯图尔诺跟个疯子一样，每次考核都要强行跟我组队。斯图尔诺弱弱发声，我想引起你的注意。我挑眉，你天天殴打我的亲卫兵。斯图尔诺咬牙切齿，我急，杜他们可以一天24小时跟在你身边，你是小学生吗？太幼稚了吧！我甩了甩发昏的头，再次推开他。不行，我得好好想想。这次斯图尔诺护着我，我顺利站在地上。等他向前想跟我时，我抬起手指着他，你别来啊！这段时间都先别让我看到你。大厦鸦雀无声，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斯图尔诺伫立良久，递给我一个落寞的眼神，然后沉默着直接离开了帝国大厦。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的心跟着渐渐下沉。我有点不对劲啊，难道真的是这次受话的后遗症导致我心脏出问题了吗？因为负责人见我情绪低落，宴会下半场在百无聊赖中草草结束。走到大厦门口，亲卫兵队长刚说去把飞行器开过来，我脑袋一抽，不用，你们先走。亲卫兵队长面露诧异，我硬着头皮慢慢开口，约了朋友来接我。等周围只剩我和2位恰巧路过休息的巡逻空警时，我调出光脑，在黑名单里拉出一个账号，给你一个机会。斯图尔诺秒回，送我回家，考虑和你交往。斯图尔诺一个视频打过来又秒速挂断。在巡警凑上来恭敬地找我搭话后不久，一辆骚包的紫黑色飞行器从我和巡逻空警的面前疾驰而过。巡警 A 迟疑着开口，刚刚过去的是上将。巡警 B 斩钉截铁，不可能，空中规范行驶章程还是上将提出来的，他不可能犯规。知道真相的我，斯图尔诺，你在猴急什么？我会长翅膀飞走吗？下一秒，骚包的飞行器咻地回到我们身前停下，玻璃窗缓缓下降，驾驶位上笑得一脸不值钱的人正是巡警口中正义凛然的联邦好公民斯图尔诺上将。巡警 A 和 B， 我默不作声扶额，强装淡定对2位巡警点头。哎呀，我就先走了，辛苦你们了。2位巡警呆愣片刻，连忙上前。还没等他们说话，斯图尔诺伸出手从其中一位巡警怀里扯过电子平板，调出光幕，3下5除2把自己的过错写得清清白白。他把平板递回去，我预约了星期天的2项军事法庭审理，把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不对，为什么是2项？这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哈。斯图尔诺目光炯炯，见巡警在争冲中缓缓点头，他再也迫不及待，一个油门又冲了出去。哦，果然要2项。送我到皇宫门口后，斯图尔诺想缠着我腻腻歪歪，在第5次火气冒上来的刹那，我没忍住，赏了他一个大逼兜。斯图尔诺开着飞行器嘤嘤离开，他还委屈上了。我摸了摸肿的不能再肿的嘴皮，打开光脑，把某人再次拉进黑名单。
交往后的隔天，我到联邦星际办公楼处理工作的时候，路过监控室看到了楼下采访厅里斯图尔诺和主持人的直播，我这才想起黑洞跃迁探索计划时隔多年再次提上日程，也就是说不久之后，斯图尔诺要出差大概2个月喽。我摸摸下巴，然后吩咐亲卫兵去给我买捧鲜花，推迟了后面会议的时间。我在监控室坐了下来，别看我傲娇别扭，我也是会制造小惊喜的。监控视频里，主持人脸上露出得体的笑。请问您对时隔300年的本次黑洞探索持有什么看法呢？什么？你问我和佐伊的感情生活？我瞪大了眼睛。监控室里的人，包括采访厅里的众人，皆是一愣。那骚包的二货喜气洋洋，哈哈哈！你怎么知道的？我们昨天在一起了。主持人眼周肌肉都在微微颤抖啊！斯图尔诺毫不在意，他直接看向场外，瞅准摄像头，来，镜头对准我，放大我的脸，重点是我的唇形。监控视频里是一张放大的嘴，没错，我们在一起了。熟悉的声音说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跟着我重复：斯图尔诺上校，佐伊皇女，在一起。采访厅里的人毫无灵魂地跟着重复了一遍。斯图尔诺闭目聆听，神色陶醉。得到主管眼神示意的主持人稳住心神，再次斟酌着开口：啊，真的是一个重磅消息啊！恭喜恭喜！相信新网前的各位一定也会为你们献上由衷的祝福。斯图尔诺颔首微笑，谢谢，看来能正常交流了。主持人再接再厉，那么话说回来，请问您觉得本次探索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那个狗逼直接解开衣领的扣子，露出肩膀。这个咬痕是昨晚留下的，你们看他牙扣多可爱。这是直播啊！我坐不住了，起身冲出门，撞上抱着鲜花回来的亲卫兵。我拿起花束往楼下冲。什么鲜花？这是武器，堵住那张不分场合的嘴。推开厚重的门的瞬间，我听见我一会打算去照着痕迹弄个纹身。你觉得哪种纹身好看？被问的主持人受宠若惊。我吗？我觉得的话，对，我也觉得月亮型的就不错。忍无可忍，我扑上去。斯图尔诺，你够了！斯图尔诺看见我的刹那，眼睛都亮了几瓦。他非常自然地躲过我的猛扑，一手接过花束，一手圈住我，坐进他怀里。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吻落在我额头。看见了吗？我们感情非常的好。我挣扎着抬头，撞进温情脉脉的眼眸中。斯图尔诺缓缓开口：佐伊，我以联邦上将 A602 型阿尔法星公爵的名义起誓，会永远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妈妈呀，星网崩了1个月啊！等斯图尔诺走了都还在崩，信号极其不稳定。等他跟我视频时，都经常莫名其妙就挂断，像是没有记忆力的联邦最年轻的上将骂骂咧咧。是谁扰乱了星网？最好不要被我逮到。3个月后，斯图尔诺回城后的第67天，来到了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To be married or not to be married, that is a question。手指有点痒，还有点隔得慌，我就低头看一眼。讨厌，这是什么呀？哎呀，是枚戒指啊。好闪好闪，嘿嘿。戒指上镶嵌的是斯图尔诺在星际巡逻时偶遇的小行星碎片，有点好看。再看一眼，宝宝，准备好了吗？磁性悦耳的声音响起，一只手环过我的腰，我俩走过厚重的挡帘，来到阳台。热烈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人群站在皇宫前的大广场上疯狂蹦跶。是的，我和我的死敌今天结婚了，快恭喜我，不然给我11星币份子钱。哎呀妈呀，真香！